这个火阵我已经布置完成，你们分别在东西北3个方向的预定位置发动火阵，我在最重要的南方操控，并且连接你们3个部分。到时候我玄木军就会在高原之上，宣阳大军就会在高原之下。火山爆发出来的岩浆就会一举将他们消灭。将军，此计甚妙，只是此阵法难以推敲和琢磨，一不小心就会玉石俱焚。哼，放心吧，我童真修炼一辈子的火灵，论火灵的操纵，没人比我更厉害。将军，你就尽管命令，我们保证完成任务。你们先到预定的位置，等候我的讯号。一旦接收到我的灵力讯号，就立刻发动火阵。是。立刻召集所有修炼水灵的高手，全军备战。王上，万万不可呀！此刻我不出兵，我就会永远失去阿莫。比起一个王妃，我们凌云更需要的是您和其他将士。王上，您万万不能冲动啊！好，你们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你们让开！王上，得罪了。你们口口声声叫我王，却做出如此以下犯上之事，就不怕我怪罪你们吗？大哥，我们这样做实在是迫不得已。为了凌云的万千百姓，我不能让大哥以身犯险呐。现在只有赤云能救阿莫了。启禀殿下，那童征又差人来问，陛下究竟何时才到？还说咱们是不是故意拖延？这已经是童征第3次派人来了。看来这童征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是啊。如今也只能先这样拖着。四哥，你赶快下令，让将士们分成小队悄悄离开，不能让童征发现了。你去回复童征，就说父王在刚刚来的路上有事耽搁，还请童将军再稍等片刻。知若替父王向他赔罪了。另外，你立刻传令军中将士，以10人为一小队，悄悄撤离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赤羽，阿莫有危险。童征布置了火灵大阵，想要一举消灭宣阳的军队。阿莫想要破坏大阵，请你速速赶去战场救他。阿莫，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我是若殿下的随从，有要事通报宣阳王陛下。若殿下的随从，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真的有急事，涉及到四殿下的生死。若是陛下不能及时救援的话，四殿下会有危险的。你有没有什么信物能证明你的身份？我没有信物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！你让我见到宣阳王就知道了。没有信物，我怎么能让你见到陛下？万一你是刺客怎么办？你。伊犁，怎么样？撤出多少人了？不多，不到2000人。太慢了，一旦被童征发现的话，那我们……启禀殿下，那个童征不见了。什么？糟了，他一定是兴起怀疑，回去准备开启火阵了。这可如何是好？才撤出了这么点人，现在只能由你们带兵先发起进攻。直冲童征大营，占据有利地形。我去找童征，在他下手之前，想办法先除掉他。传令下去，准备进攻。是。
宣阳大军冲上来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听童征大人的命令，只要咱们守住高地，很快，宣阳大军就会灰飞烟灭。传令下去，死守高地，绝不后退。是。没想到还是被你找到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的大阵马上就启动。等我先灭了你们的军队，我再看看你们这些无能鼠辈怎么跟我斗。就凭你这么一点点灵力修为，也想破我的结界？等我的大阵发动之后，你来了。赤云，你可是我玄木的人，如今玄木和宣阳交战，难道你要帮助玄木的敌人？你也配代表玄木？一个杀死玄木王姬和将军的凶手！哼，那是他们活该死。如果你和我一起联手对付宣阳，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土地给拿回来，甚至灭了他们。你为什么要和我作对？打败宣阳的事情我自会去做，但是你也要为你自己做的事情而付出代价。阿木，你往后退一点。最好别逼我！童征，束手就擒吧。赤云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今天不留活路给我，我就拉着你一块陪葬！不好，他要引爆大阵了！童征，你疯了吗？你引爆大阵的话，不仅你自己会死，你手下也跑不了。你不要你的手下了吗？作为我的手下，就要有随我牺牲的觉悟。我唯一后悔的事，就是当初在不归谷没有想尽办法杀了你。不过没关系，今天会有很多人跟我一起陪葬。我相信。你就是其中之一！糟了，此个四嫂！阿木，你跟我来。
这已经发动了，这是要和我们同归于尽。驾去悬梁，先走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不能走，我走了，我的将士怎么办？洛瑶还在家里等着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也不能抛下我的将士不管呐。那我也不能扔下你不管呀。好，我们一起走。手剑若缱绻，誓言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问今夕又何年？心有惜但愿只念。对不起，依莲，我也想跟你一起回家，但是我不能舍弃这3万将士。作为主帅，我必须与他们同生共死。悬梁，不知可否再见，留一片桃花纪念，了却浮生眉目间，还有我的思念。一寸土，一念木，一花一树一坛足，心事中爱偏开在迷途。望前路，望旧物，望心望你望最初。花瓣般留在爱你的路，前程夙愿来时路，一念桃花映国度。那一年，稀缺时光在重复。听雨疏，望天湖，人间悠悠情人诉，回忆斑斑留在爱你的路。四哥四嫂在哪儿啊？你看那边，是四哥的玄鸟。不好，是四嫂。赤羽，去那边。难道四哥他？陛下，巡山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回禀陛下，巡山一战，童征点燃地火，3万将士几乎全军覆没，王妃重伤，已被王姬殿下送回。芷若呢？四殿下他，快说！四殿下他未能幸免。娘，是墨儿没用，没能救出四哥。芷若是不是很英勇？当时童征点燃了地火大阵，四哥不愿意抛下宣阳的将士，就放弃了逃出的机会，最后就和童征同归于尽了。不愧是我的好儿子，娘，都怪我，
力高强，就能救出四哥。四哥也不会。你四哥是为宣阳而死，是宣阳的英雄，娘不会怪你。只是他现在走得太突然，留下了义离和洛瑶。我担心他醒来之后，恐怕会承受不了。洛瑶，太母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你爹爹走了。爹爹去哪儿了？他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不会回来了。太母，你骗人！爹爹答应过我要永远在我身边的，他怎么不回来了呢？洛瑶，你爹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没有抛下相信他、敬爱他的士兵而独自逃走，而是选择了与他们共同生死。孩子，我希望你明白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爹爹永远是宣阳的英雄。太母。从今以后，你要快点长大，不要让你爹爹失望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啊？谁干的？我自己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什么，我要走了。你要去哪儿？如今四嫂昏迷不醒，我要把她带回宣阳。我送你们。不必了，我毕竟还是凌云的王妃，若是和你一同进出，怕是会遭人非议。更何况，虽然童征与我们交战，但他名义上还是玄木的人。你与玄木关系密切，此时不适合出现在宣阳。可我还是放心不下。这样吧，我让逍遥送你和义离回去。多谢赤云将军。
四嫂，四嫂，你醒了，你来的正好。芷若呢？芷若去哪儿了？四哥，他没有逃出来。不可能，他说过会跟我同生死共患难的，所以他不会扔下我一个人不管的。我要去找他。四嫂，四嫂，你听我说，四哥不放心宣阳的将士，没有自己一个人逃出来，最后和童真同归于尽了。不可能！你胡说！那我为什么还会在这儿啊？我为什么会逃出来？还有洛阳，洛阳怎么办？他还那么小，他怎么能这样？芷若，四哥为了宣阳的将士，牺牲了自己。若要聪明伶俐，他一定能够体会四哥的心意。以后我会和你一起保护洛阳。首先，你要先照顾好自己。殿下，臣刚刚得到消息，巡山一战，童征引火自焚，宣阳军3万人几乎全军覆灭，义离重伤未醒，芷若战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听说童征引发了地火大阵，与宣阳军同归于尽。芷若不知为什么没有逃出来，只有穆清墨带着义离返回了宣阳。父王，义离现在情况如何？他现在极度虚弱，遭受这样的打击，正在休息呢。我适才得知，摄河军接到你的命令后迅速撤离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损失。可我宣阳军几乎全军覆没。既然你们早知道童征将要发动火阵，那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宣阳？我若提前知晓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。父王，我一接到消息就马上派烈阳回来报信了，请父王立即派水灵高手救援。怎么您不知道吗？烈阳，你是说你的那只狼鸟？我没有见过它，它现在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自从派他回来报信之后，就没有消息了。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父王，义离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，快起来！父王，儿臣有一事相求。说吧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一定答应你。儿臣求父王为芷若立一个衣冠冢，也好让我们对他有个念想。你放心吧，你就是不说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明天朝堂之上，我便当众下令，为芷若设立衣冠冢，让世人都知道，我宣阳永远不会忘记英雄。谢父王。要不是我让芷若替我报仇，讨伐童征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都是我害了他。长王姬不必太过自责。就算长王姬不去求他们，宣阳为了守护如今与玄牧的局面，也一样会出兵的。行了，不必多说了。你我都知道，他是为什么而死的。芷若不仅是宣阳的英雄，
更是我玄牧的恩人。长王姬，请放心，有我昆卜在，守护玄牧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知若，你所付出的一切，云桑永世不忘。阿莫，若我当初依你所言出兵救援，恐怕便不是今天的结局。阿莫，对不起。你明明知道阿莫派烈阳回来是求救的，你竟然还把他扣下！整3万宣阳将士，为了你的一己私利，全都葬身火海。你以为你害死了你4哥，昭云殿就会失势吗？宣阳便会以指月殿为尊吗？我告诉你，即便我只剩下你一个儿子，我也不会传位给你。我劝你早点断了这个念头。宣阳要是落到你的手里，离王族灭种也就不远了。陛下息怒，姬衣他只是一时被仇恨蒙蔽了心窍。你看，他都知道错了。陈雷氏，你还敢为他说情？姬衣有今天，你以为你逃得了干系吗？臣妾甘愿受罚，但求陛下饶了姬衣。知若也是我的儿子啊，我对你们是一再的包容，可你们呢，却变本加厉。陈雷氏，你还有何颜面为他说情？陛下，臣妾愿意以死谢罪，但求陛下再给姬衣一次机会，他便既是臣妾唯一的儿子。姬衣，立刻放了烈阳，不得有误，听到没有？是，父王。给我滚出上元宫！从此以后，我不要再见到你们。姬衣，四嫂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阿莫，明天就要为知若立衣冠冢了。可现在母后年事已高，怕是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了。所以在这儿等你，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办法，在明天临行前，让母亲先睡下，免得她又睹物思人，伤心过度。还是四嫂想得周到，这样也好，就按照你说的办吧。殿下之若，恭照宣阳，亲承祖训，厮守国疆，终为奸人所害。君子成人，有如是也。此为国伤，呜呼痛哉！特赦衣冠之种，以道宣阳之英雄也。等等，知若既是你们宣阳的王子，更是我的夫君。在我们涉河，战死沙场那是一种荣耀。可他本不该死，他是被奸人所害，而害他的人不是旁人，正是我们宣阳之人。而他今天就站在知若的坟前。依离，
今日是知若下葬的日子，不可胡来。宣阳吉还不出来认罪？殿下之若，公诏宣扬，亲承祖训，四守国疆，终为奸人所害。君子成人，有如是也。此为国殇，呜呼痛哉！特赦衣冠之种，以道宣扬之英雄也。等等，知若既是你们宣阳的王子，更是我的夫君。在我们涉河，战死沙场那是一种荣耀，可他本不该死，他是被奸人所害，而害他的人不是旁人，正是我们宣阳之人，而他今天就站在知若的坟前。以离，今日是知若下葬的日子，不可胡来。宣阳吉还不出来认罪？我不知道四嫂在说什么，请四嫂节哀顺变，不要胡言乱语。来人，四嫂伤痛攻心，神志不清，快把她扶下去。当初阿莫发现童正布下火阵，派人找父王请求支援，只要援兵一到，我们宣阳便可大胜，就不会有今天的葬礼了。可是送信之人却在途中被人截住了，而截他的人就是你，宣阳吉一。我今天就要杀了你，替知若报仇，以及他在天之灵。四嫂，不要！把他给我拿下！洛阳，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，洛阳，娘亲。住手！娘，娘亲，娘，娘亲，娘，娘亲，娘，洛阳，是娘对不起你，所以你要快点长大，以后昭云殿啊就靠你了，知道吗？娘，没事儿，娘啊，很快就可以见到你爹了啊。四嫂，阿莫。是四嫂对不起你，以后洛阳就拜托给你了，不要。沙满天，回神的一瞬间，半醒记忆的容颜。桃树下缠绵，笑容的耀眼，刻骨思念。一往千年也不灭，我们说好的诺言，就让爱是最初的感觉。指尖征服岁月，感动如戏浮现，任夕阳漫过天边。
外面何人？臣等求见赤云大人，臣等有话要对大人说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赤云大人，可还记得2代玄穆王的嘱托？当然记得。玄穆现在危在旦夕，上一代玄穆王又死于宣阳王之手，此仇报是不报？当然要报。我等恳请赤云大人兼任玄穆王，唯玄穆若将2族共主。你们都是这个意思？我不是玄穆中人，不会做这个玄穆王。大人，童征死后，玄穆实力再次下降，随时都有被灭族的危险。大人，您可不能置玄穆于不顾啊！大人，请您看在2代玄穆王和100万玄穆子民的份上，救救玄穆吧！求大人带领我等夺回玄穆失土，我等誓死追随大人。我等誓死追随大人。下一任玄穆王，自然要由云桑的子嗣来继承，这点绝不会变。但是，我也绝不会忘记2代玄穆王的嘱托，还有上一任玄穆王的被杀之仇。请大人下令发兵反击宣阳，为陛下报仇！为陛下报仇！是孩儿没能替哥哥报仇，还害您丢了性命。娘，您走了，芷月殿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娘，孩儿觉得特别的无助，您教教我该怎么做？娘，你听到孩儿在跟您说话吗？娘，我真希望死去的人是我。娘。你母后这几日的情况如何呀？经过调养之后，身体好多了，只不过这心病恐怕需要些时日。父王，阿莫有个事情要说。说吧。再过几天就是四嫂的头七了，请父王亲自为四嫂举行葬礼。此事不妥。义理不管怎么说也是行凶在先，我要祭祀义理，便是置宣阳的法度于不顾。而且那日正好是禅雷氏的头七，于情于理皆是不合。难道父王还不明白四嫂是为何而死吗？好吧，此事不要太过张扬便是。谢父王。不过，孩儿还有一事请求。说吧。那些被关押的涉河将士，都是我宣阳的功臣，当日挺身而出，也只不过是护主心切，并无恶意。如果父王将他们处置了，恐怕会寒了将士们的心。我觉得，不如让他们将功抵过。作为洛瑶的贴身侍卫，驻守昭云殿，
此举，一来可以稳定军心，二来也可以让洛瑶日后有个依靠。这样也好，洛瑶此刻无依无靠，我正担心有人会借机对他不利。如此一来，我便放心了。阿莫代洛瑶谢过父王。殿下，仪式可以开始了。不行，姑姑还没有来，再等就会误了吉时。我说什么时候开始才能开始？可是这时辰不对，这里面躺的是我的爹娘。你来做什么？你再往前走一步，我便立刻杀了你！你怕什么？我的3位哥哥都是被你们害死的。我一个弱女子，还用得着你如此戒备吗？玉宸死了？那在汤谷疗伤的玉宸是假的？娘，你听到了吗？害死哥哥的凶手早就死了。如此一来，那昭云殿便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。娘，我终于替哥哥报仇了。连此等密事你都告诉我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。不过小妹，未免你也太低估我了吧？我已经用灵力探查，此处除了你我，并无其他第3人。莫非小妹你觉得就凭你那点修为，还想置我于死地？你错了。我今天来，没有想过要如何杀你。换句话说，我根本不需要想，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必死之人。你说什么？不妨告诉你，很多年前，我娘与前任玄穆王是结拜兄妹。玄穆王病危之时，将他的毕生心血玄穆百草经送给了我。难怪你能混淆视听，生了赤云的孩子。不过你要以为区区一本玄穆百草经便能要了我的性命，未免也太过天真了吧，小妹。你我从小由同一位师父教导，我很了解你的灵力运行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给了我一个可以杀掉你的机会。这几日，你常常在这里一跪就是1个晚上。伤心之时，护体的灵力就会十分的微弱，邪气也很容易入侵。墓穴被灵力加持过，如果有毒，我一定会有反应。没错，但我用的不是毒，反而是让灵力可以迅速提升的药。刚刚你听到大哥的死，情绪激动，狂笑之时，吸入了很多不该吸入的东西。这些也不是毒，不过和你体内的药结合之后，再加上你独特的灵力运行，就会让你的灵力迅速地汇集在你的心脏，用不了多久，你的心脏就会因为受不了强大的灵力，爆裂而亡。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想杀你，不一定非得用毒。小妹啊，为了杀我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呢。
不过你还是低估了我。就算我活不了，拉你一块儿去死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如果我今日不杀你，日后你会不会对洛瑶下手？对，他娘杀了我娘，我就一定要杀他。你们赵云天的，一个也别想活！我可以不杀你，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，离开宣阳，从此不再回来？阿莫，你还记得这条伤疤是怎么来的吗？九哥，快看！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不要出去！阿莫妹妹！救命啊！阿莫妹妹！阿莫妹妹！救命啊！阿莫妹妹！你走吧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若要回到小时候，该有多好！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阿莫，这次的妖怪太强了，我们都输了。王姬，你总算是来了，赶紧开始仪式吧。四嫂，你可以安心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人伤害洛瑶。阿莫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洛瑶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
洛阳，姑姑有些累了，你先回屋休息休息吧。晚上姑姑再陪你玩，好吗？姑姑，我听话，带她下去吧。是，殿下。阿莫，是你杀死了吉仪，他可是你九哥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我宣阳没有你这种不仁不义之徒，我要代表宣阳清理门户。住手！你要杀就先杀了我。你知道吗？他在禅雷氏墓前杀死了吉仪。陛下说阿莫杀了吉仪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还有什么证据？除了他，谁还会做这种事情？许多年前，玉臣指责宣阳辉杀死了常州，陛下不也曾质问玉臣，问他要过证据吗？如果当年陛下能够秉公处理宣阳辉，事情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常州死后，我就怕你和吉仪会走到今天这步。我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特意让一个师傅教导你和吉仪，让你们一起学习，一起玩耍，一起长大，就是希望不要发生今日的事情。你还记得你这胳膊上的伤疤吗？你还记得吉仪是如何救你的吗？我不让医师把这个疤痕去掉，就是为了让你们一辈子都记住，你们是血浓于水的兄妹。都怪我，怪我教导无方。从今往后，你的事情我不再过问。在宣阳，你愿留便留；若不想留，你就回你的凌云去吧。娘，是我杀死了九哥。过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老头，浩许死了，童真也死了，整个玄牧都希望我出兵宣阳。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赤云大人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全军整顿完毕，若江那边也送来了大量的兵器，许多若江的儿郎听说大人要出兵，也准备当兵追随大人。若江只提供后勤保障即可，不要让他们直接参与这场战争，因为这场战争与他们完全无关。这是属于玄牧的复仇之战。是。传令下去，全军出发，进军复原，反击宣阳。遵命。虽然我知道这一天总会到来，但当它到来的时候，我的心中还是充满了迷茫。赤云果然出兵了，以玄牧执政的名义，正式和宣阳开战，发誓要为浩许报仇，夺回失去的土地。这一号召，点燃了玄牧族积蓄已久的怒火。
很快，赤云趁着宣阳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夺回了复原。父王派七哥宣阳修和大将苍林出战，被赤云打败，七哥战死，两边的仇越结越大。接着，赤云以极快的速度夺回了玄牧失去的那6座城池，继续向宣阳进发，兵临宣阳要塞统领关。整个宣阳的形势急转直下，朝堂之上也为了该派谁迎战，吵成了一团。二位大人就不要争了，慢慢说吧。而昭云殿终于恢复了平静。母后受到的打击太大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平时只能在院子里面晒晒太阳，闲着的时候带带孩子，还教了云桑姐姐一些母亲家的秘术。而我再也没有回过凌云一次。我不恨圣人，却也无法再去见他，因为那会让我想起四哥的死，在火海之中，决绝而无望的死。陛下，赤云大军已经兵临统领关下，而统领关后便是我宣阳广袤的腹地，还请陛下速速决断，应该由谁来领军增援统领关？将由我亲自出马，迎战赤云。陛下不可！上次陛下御驾亲征，受了重伤，这次绝不可以身犯险。你们谁都不要劝我，我的几个儿子，老大重伤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七战死沙场。我作为他们的父亲，怎么能龟缩在宣阳山？我是宣阳的王，是一个替孩子报仇的父亲。我要保护好我的族民，保护好我的家人。陛下，老臣愿跟随陛下远赴统领关杀敌。安华，你年岁已大，就留在宣阳山吧。赤墨陈方，随我出征。是，陛下。陛下，我宣阳跟凌云结盟多年，之前攻打玄牧之时，凌云就未曾派过一兵一卒。此次我宣阳本土遭袭，凌云也该出力了。安华，你赶快挑选合适人选，赶往凌云，说服凌云圣伦，即刻出战。老臣遵命。王上，这次赤云来势汹汹，咱们绝不能轻易出兵，做宣阳的替死鬼啊！不过我们可是和宣阳有盟约在身啊。您可以借王妃不辞而别，迟迟不肯回凌云这件事情，不可，绝不能将阿莫牵扯进来。那就只能说，韩燕在外招兵买马，对凌云虎视眈眈，王上为了保住王位，没有精力出兵相助。那就这么说吧。皇上，门口那位使者我已经劝了很久了，还是不肯离开。你就和他说，韩燕意图反攻凌云，我们实在是有心无力。是，皇上。咱们找的这些借口，恐怕瞒不过宣阳王很久。瞒不住就瞒不住，他现在绝不敢跟咱们撕破脸皮。谁让咱们的实力比不上宣阳和玄牧呢？咱们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也是不容易的。越是到这个时候，越不能掉以轻心，否则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冤呢。宣阳军死守不出，这城实在是有些难攻啊。统领关是宣阳的门户，向来布置的固若金汤。要不是已经拿下了周边的所有小城，这仗就更难打了。宣阳那边的增援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也不知道这次是跟谁交手。将军，
雨辰还有一事担心。说。从玄木山到这里，咱们算上复原，已经打下7座城池了，将士们多少有些疲劳，再加上路途遥远，现在又是春季，我担心粮草的供给可能会有些问题。说的有道理，所以咱们不能任由宣阳拖延下去，要尽量速战速决。只要能够拿下统领关，咱们就有大把的调整时间，再进攻宣阳就容易多了。参见陛下。怎么，出使凌云的人回来了？正是。凌云圣伦怎么说？凌云圣伦借口韩晏在外招兵买马，拒绝出兵增援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！陛下，这凌云圣伦竟然无视两族盟约，屡次拒绝我们出兵的请求。等这次击败了赤云，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那也要等击退赤云以后再说了。安华，我不在玄阳山的这段日子，玄阳就交给你了。是，陛下，老臣定尽心尽力，不敢丝毫懈怠。赤云已经带兵夺回了7城，现在开始反攻宣阳，围困统领关。太好了，有赤云在，玄木算是保住了。但以现在我们的情况，根本不能给赤云任何帮助，就连我的府邸都被监视得非常严密，再加上您的身份，咱们只能等待结果了。雨辰怎么样？他有随赤云一块出战吗？雨辰，殿下怎么想起问他了？他是我多年的一个琴友，随便问问。雨辰和叶枫现在是赤云的左膀右臂，当然已经出战。你放心，我听说他灵力高强，足智多谋，定然不会有什么闪失。太好了，希望上苍怜悯我玄木，保佑赤云、雨辰以及玄木所有的将领连战连捷，平安归去。起来吧！我宣阳族原本只是宣阳山脚下的一个小族，人口稀少，物产匮乏。记得我年少时去中原游历，因为说话有宣阳口音而被人讥嘲，就连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买一件稍微贵一点的首饰，都
被人认为是小偷。几十年前，我站在宣阳山上问你们的父辈，有没有勇气跟我走出宣阳山？他们用气壮山河的口音来回答我说有，因为他们的答案，你们才得以在宣阳的土地上衣食无忧。现在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有宣阳口音的人更会被人尊重。弱者即弱，强者自强。你们愿意做弱者，还是强者？今日我问你们，有没有勇气守住这统领关？守住统领，要我宣阳。前几次试探都失败了，看来咱们是拿统领关没有什么办法了。统领关不仅城墙高大坚固，还聚集着宣阳最强的军队和各种新式的守城器械，的确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是啊，宣阳王现在又来了，宣阳的士气大振，这仗啊，恐怕是更难了。看来强取是有难度。大人，末将还有一事向您禀报。以往我们的粮草都是提前20天运到，可这次运粮的车队已经晚了6、7天还没有消息，下面的人也都急得很。他们筹备粮草确实困难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给他们一点时间便是了。可是大人，行了，粮草不是你该关心的事，我会找人处理的。是，大人。报，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谁呀？属下不知，不过此人交给属下一样东西，让属下交给大人。诸位，你们继续讨论攻城的策略。我有一位故人要见，去就回。是大人。赤云，我有件事想要求你。说吧，我们之间何必说求字？我父王亲征，现在就在统领关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退兵？为什么？你已经拿回原本属于玄牧的土地了。统领关后就是宣阳，难道你要打到宣阳族家破人亡，打到2代王族生灵涂炭吗？我曾经对玄牧王有过承诺，你也知道，只要我赤云的许诺，永远都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不能退兵。对不起。在战场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真的不希望你和我父王之间有任何一个人出现意外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只要你肯退兵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跟你父王生死相搏，如果我失手杀死你父王，请你不要恨我。如果是你父王杀了我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怪他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难道只能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2败俱伤，或是有任何一个人离我而去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你要明白，玄牧跟宣阳之间的积怨不可调和，不是我跟你父王能够控制得了的。就算我们强行阻止战争，也只是勉强拖延罢了。这场战争没有谁对谁错，都是出于对族人的忠诚。就算是我求你也不行吗？
要去哪儿？回宣阳。启禀陛下，臣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咱们在赤云军中安插的探子来报，赤云大军粮草不济，已经开始削减士兵们每日的口粮了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哦，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！陛下，咱们要不要趁此机会将他们彻底消灭？不急，观察几日再说。不过有一件事现在可以去做。陈芳，你带领几个高手绕到赤云军队的后方，找个隐蔽的位置，布下周天星斗移转大阵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咱们从后面偷袭。可是这个距离的周天大阵，每一次只能传送10几个人过去。要想组织一次像样的偷袭，需要400-500人，布阵的时间也至少需要1个时辰以上。没事。如果赤云军队没有因为粮草的事发生混乱，咱们就按兵不动；如果他们因为粮草的事发生混乱，那么我们的500人和外面的军队将会形成前后夹击之势，会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混乱。明白了，陛下，臣马上去办。大人，你找我？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。今夜你带着最精锐的5000兵马，到统领关外的树林里埋伏起来。一旦接到我的命令，立刻进攻统领关。5000人就进攻统领关？你听我的吩咐便是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没有。叶枫遵命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去送死的。到时你就明白了。是，大人。赤墨、陈芳，你们来看，赤云军中的炊烟是越来越淡了。看来细作所报无误，赤云的确是粮草不足了。陛下，看来咱们宣扬的机会来了。姐姐，你在担心赤云吗？我在担心所有人，担心我的父王，担心宣阳的子民，也包括赤云。姐姐放心吧，赤云和伯伯都是统兵之人，就算一方兵败，他们2个也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大人，现在军中缺粮，将士们都在挨饿。今日发口粮之时，已经有人开始抢粮了。到底怎么办？不能让将士们饿着肚子上战场。传令下去，一旦有人哄抢粮草，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，一律就地正法，格杀勿论。万万不可！抢粮实属无奈之举，如若大开杀戒，寒了将士们的心，这仗可就没法打了。你听我的便是。大人。敌军偷袭！敌军偷袭！
来得正好，跟我出去看看。报！将军，宣阳有一股人马已出现在我军背后，现已向我军营地发起进攻。宣阳那边来了多少人马？回禀将军，大概400-500人，但个个身怀灵力，一看便是精锐。一出现便对我军进行突袭，我军将士没有准备，伤亡惨重。传令下去，火速召集人马，务必将他们全部留下。是。咱们终于要开战了。报告将军，前方斥候发回消息，统领官城门大开，人马进出，在宣阳王的带领下，已经向我军发起进攻。太好了，立刻发信号给叶枫，让他准备攻城。得令。宣阳王，我来了。宣阳王，你我二人终有一战，不如今日就做个了结吧。哼，赤云将军好胆色！
陛下节哀，王后过世了。将军，大人，不知将军找我来所为何事？我知道你对粮草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本来事情的真相只有我跟叶枫知道，但是战事已经结束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你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是攻城以后才知道什么事的。其实我军的粮草一点也不短缺，还很充裕，只不过被大人藏起来，假装没有而已。为什么？只要宣阳王拒不出战，我们便绝无攻下统领关的可能。粮草再充裕，也只不过是白白消耗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我假装军中无粮，让宣阳王误以为有机可乘，弃城而出。我们拖住宣阳王，让叶枫攻下毫无防备的统领关。这样，就算宣阳王死战到底，我们前后夹击，也定能战而胜之。可是我们只需要放出消息便是，为何真的不发粮啊？因为军中混入了宣阳的探子，作假的话，宣阳王便会一清二楚，甚至会假装受骗，带兵佯攻，实则在统领关留下后手，埋伏叶枫。此次我们必须攻下统领关，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在所不惜。所以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希望你不要心生芥蒂。其实我知不知道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可怜那些将士了。如果他们可以多吃一口，也许就可以多一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机会。他们都是为了玄木而死，是玄木的大英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战事彻底结束，我会好好的祭奠他们，并且保证他们的家人此生衣食无忧。
阿莫，你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哥哥们不在了，如今连母后也离我而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就是你的亲人吗？况且你还有玉宸呢。大哥，大哥已经死了。他不是在汤谷疗伤吗？那是我们为了掩饰真相做的傀儡。真正的大哥，在与你交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是我害了他。不怪你，大哥在与你交手之前，就被金爷下了药。不然也不会不治而亡。原来如此。可惜了，玉宸本来是大荒数一数二的天才，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，有时候比战场更加险恶。所以我跟云桑提过，等到战事结束之后，我就把兵权交出来。相比起来做大将军，我更喜欢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赤云。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。什么？统领官的事情我听说了。谢谢你没有杀我父王。没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你伤心的样子，就没有忍心再追下去。与君书飞越千山暮外，凭谁问青池不改。阿莫，跟我回若江吧，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家。虽然你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，不过我每年都在休憩，时刻等着你回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一听到门口有动静，就赶紧冲出去看，看看是不是你回来了。我多么希望是你站在门口笑着对我说：“夫君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想好了，等我处理完母后的后事，就离开宣阳。那就可以跟我回若江了。也对，应该回凌云才是。没说回凌云啊。那你摇头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等我办完了母后的祭礼，自然会给你一个惊喜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君赠我长相恋，难相